你好，去开一个那个停车场。准备先出去玩，去哪玩呢？去环洱海逛一圈。今天带个小哥哥休息，你当班。对。好，谢谢啊。好的。慢点啊。对，好。玩得开心。每一次呢，从客栈出来，都要开一个出门单的，对。这样我们从停车场出来就不用付停车费了。已经好几天哦，一早起来都下雨。那么今天天还不错，我们想呢，来了大理这么久，那个有一个节目啊，就是环洱海的那个节目还没有玩过呢。那么今天就去逛一圈吧。今天周末，院子里车子停的还蛮多的。大家好，上集视频中我们从昆明来到大理，已经在大理古城住了有一段时间了。千年历史的大理古城位于现在的大理市区以北，这里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座生活与商业高度融合的古镇。而来大理正值雨季，当我们在古城的客栈经历了连绵数日的雨天，终于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可以去城外的那些村子看看了。哦，对面就是苍山。虽然我们最近每天都这里进进出出啊，但是每一次看到这苍山，我还是觉得挺震撼的。好看。这么近的距离。是啊。那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是214国道啊。如果是住在右边的话呢，就等于是住在苍山脚下。那么我们呢是住在马路这一边，就是住在古城的里面。大理古城位于苍山与洱海之间，从它算起，大理全部的9个镇以及市区所在的下关都围绕在洱海一圈，所以环洱海也可以说是体验大理风土人情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哇，真好看，就像一幅画。对，你在画里参写。对。虽说洱海岸边的景色很美，不过西面的沿海公路没有完全贯通，有些地方开车需要绕行，所以这一段我们索性都走内陆的大荔县，看看当地的田园风光。哇，老公，我们之前去那个崇圣寺，如果是这样的天就好了。每个天都有每个天的味道，那个阴天的话，云雾缭绕也不错的，看上去像仙境一样。哇，老公，这么大的石头，都是大理石。哎，真的，大理石大概就是从大理来的是吧？对呀，所以叫大理石呀。哦，哎，这个是租的车呀。小情侣啊。又是一对小情侣。开店驴子环洱海。我们再年轻10年的话，我们也借一个啊。也去这样开一圈，浪一浪啊。整条大荔线都风光秀丽，你会遇到不少开着敞篷车、小电驴来环洱海的游客，也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村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喜洲镇了。过了就好了。哦，我们这就算到喜洲镇啦。对啊，这里边就是喜洲镇，你看哦，是吧？好，我们先绕着先逛一圈，看看周围是怎么样的情况。你看马上面还带头红花嘞。哟，真正的马车嘛。我们这辆车换一辆马车去。哇，回头老房子了。这个房子有特色的。哎呦，在拍结婚照呢。现在就流行在这种古建筑里面拍结婚照。土坯房了。这大概不住人了。哦，是历史建筑了。从大理古城出发，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喜洲镇。虽然距离大理古城不过20公里，但喜洲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这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据说是如今大理地区把白族民居保留的最多、最完整的地方。注意一下当地的风景。哦，这栋楼很有名哎。我们要不也停了吧？这个小路没办法开了。我们朝前走。一进古镇，我们就看到了十字路口著名的转角楼。这栋就是转角楼，是喜洲古镇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了。转角楼是民国时期喜洲村民杨如轩的家。曾在外经商的他回乡盖楼时，特意选了2面临街的位置，这样内部可以居家，外部的左右两边将来都能用作店铺。因为造型独特，现在它是喜洲一处热门的拍照景点。
喜洲冰棍厂，转角楼冰棍。事实上，喜洲人向来很有商业头脑，这里自古就有从商的习俗。马帮盛行时，它是茶马古道上一处提供休息补给的中转驿站。哇，天哦！穿过转角楼东面的一整排店铺，我们终于看到了经常出现在网上的那一大片稻田。在白竹建筑的映衬下，这里就像是一处世外桃源。准备好了吗？稻田的景色真美，好多游客都在拍照。其实早在1000多年前，喜洲就因富饶而气候宜人，成为了当时的南诏王夏季避暑的行宫和商贸重镇。之后出现的喜洲商帮，在整个云南地区都赫赫有名。所以民间有句俗话，穷大理，富喜洲。像是稻田后面的这一栋游客都要留影的建筑，就是民国时期喜洲富商4大家族中杨品相的府邸。喜洲白族古建筑群中的杨家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栋黄房子啊。而这栋洋宅现在是被一对热爱中国文化的国外夫妻修缮成了一座古迹酒店。又是一栋白族大院，它大概客房是在里边的。事实上，别看喜洲不大，像这样的白族大院在小镇上还有许多。当然，名气最大的要数四方街上的严家大院了。他们家曾经是大理地区的首富严家。哦，是大理，不是那个喜洲镇。不是啊，那蛮厉害的。到了，你看。就是这样。对啊。它这个位置很好。对。就在喜洲镇的中央。首富嘛，肯定是选最好的位置了，对吧？这楼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严子珍是喜洲商帮的代表人物，鼎盛时期甚至被誉为云南的首富。这座院子非常大，但由于要赶其他的村子，我们来不及进去好好的参观一番。据说这栋光绪年间的大院是目前保留下来最好的白族民居了。再来点小吃。为了抓紧时间，我们决定在离开喜洲前，在街上买些小吃，把午饭解决了。这是乳扇，你看看吧。烤乳扇。哦，里边卷的是酱，这是什么酱呀，姐？玫瑰酱啊。啊，乳扇，这是什么酱呀？玫瑰酱。玫瑰酱哦。乳扇的话也是一种面粉哦。不奶。是牛奶。牛奶。这里的牛奶可以油炸，可以烤着吃。可以油炸，可以烤着吃，是大理的特色。18块。这个有点像棒棒糖吧？还没吃呢，就闻到一股奶香了，你们。你对。们奶还要什么酱？没添加啊。是不是黏黏的？是什么感觉？你们吃干的奶酪的味道。烤过的干奶酪。然后它里边刷一点玫瑰酱，稍微有一点甜。你尝尝看。很有嚼劲。哇，这年糕这么一烤它就软了。你们的年糕是用糯米做的，我们是用大米做的。我们这里年糕还有一个名字叫糍粑。年糕叫糍粑。哎，对，你尝一下哦。哦，好的。好吃难吃，你尝一下。肯定好吃。哎呀，你尝一下。每人尝一下，他说让你老公尝一下。它也是用大米做的，它里边放的是甜酱，然后它里边还摆了花生。无论是卷着吃的年糕，还是烤着吃的牛奶，这些大理小吃我们都是第一次尝试。当然，喜洲最有名的小吃还要数破酥粑粑了。来，我们吃粑粑喽！哈哈，这个小披萨，当中是肉，旁边是葱油，好不？酥酥的，松松的。这不就是我们上海的葱油饼吗？不一样。喜洲粑粑是当地白族的传统小吃，分甜咸2个口味。这是做咸的。哦，这是肉的。哦，这是肉的。阿姐，这个是什么呀？是面粉吗？这是头天晚上发的面。哦，发的面。没加酵母，这个我知道是用老面做的。老面。云南人称饼为粑粑，喜洲破酥粑粑是用拌入了油酥、葱花、椒盐、肉末的面胚制成的一种烤饼，
烘烤的方式很有趣，据说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哎，它倒不会粘起来哦。它不会粘呀，底下有火呀，上下烤这个。哦，下面是炭火。炭火。我晓得是他们也拿做干出炉呢。哦，一两个人少。哦，它上下烘，所以就匀了。小心一点。烤饼的炉子上下都用了炭火，下层的火温，上层的火猛。烤制的中间不用翻身，只需反复的刷一下香油。大概10分钟后，粑粑就被烤得上部金黄酥脆，下部松软可口，喷香扑鼻的，可以出锅了。出锅了，热腾腾的粑粑出锅了。吃过了热气腾腾的粑粑，我们也该出发去下一个目的地了。从喜洲镇沿着洱海继续向北行驶5-6公里，有座被誉为白族扎染之乡的邹城村。白族扎染艺术之乡邹城。邹城村是全国最大的白族村落，这里生活的2500多户人家几乎都是白族。白族阿姨，卖什么呢？卖野生菌的。哦，野生菌，哦，这个鸡枞，啊，这个鸡枞菌。山上的啊。听懂了。看来一到邹城，我们就进了村里的一处集市了。周围都是卖菜的阿姨，但是今天我们并不为了赶集而来。一进这条街，两边都是做扎染的。哦，看一下。扎染是中国古老的4大印花工艺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唐代时曾经非常流行，而这一时期，扎染技艺也从中原大地传入了云南少数民族，其中以大理的邹城村尤为出名。也许是大理的天太蓝，云太白了，白族扎染基本以蓝白两色为主，色调就如青花瓷般的清新而典雅。挺漂亮嘛，顶上都是扎染的。耶，这个不就是蓝天白云吗？而到了宋代之后，中原的扎染工艺由于朝廷限制民间织造，慢慢的被皇家垄断。邹城村因为山高皇帝远，也因喜洲商帮通过茶马古道把大量的扎染制品带出了国门，在贸易的支持下，这项技艺才得以流传下来。现在白族扎染是国家级的非遗文化了。村里做扎染的人家很多，我们在路上闲逛，碰巧遇到了一户正在工作的家庭作坊。哦，正好你给他弄的。老师傅在弄的。在扎染。这是板蓝根的，这个的发酵，有蚊香，种草药的。有点香香的味道。它里面有石灰、土质各种各样的配的。你看这边有的成品料有的。它这个就是成品了。成品我现在染的就是这了。它这个是一针一线的，把它缝起来，缝成一个肌理效果。传统的扎染是通过事先将布料有计划的捆绑、缠绕、缝制，从而在后期染色时无法对这些地方进行上色，以此产生的印花效果。刚才那个出来的就是这个效果。好玩吧？你这闻一下，你干了，是不是很清香的？真的有一股粽子香味儿，你闻闻。是不是植物的味道？种草药的板蓝根。它这板蓝根放的是为了派什么用处呢？板蓝根染色。板蓝根板蓝嘛也是蓝色呀。这位师傅说，他们还在用着传统的植物染色，后面就是他家的院子，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就是板蓝根。做药的根部。这个是要那个叶子来浸泡。这是染料的。原来对古人来说，板蓝根不仅是药，还是一种染料。吃的种草药的板蓝根就是它的根，对，然后这叶子是蓝色的，蓝色的就可以做染料的。哇，这么大的2个染缸。发酵，我用一个指甲膏来染。师傅的院子里有2口大大的染缸，缸里的天然板蓝根正在进行着时间的发酵。这个是还在发酵的染料，主要的原料就是板蓝根，然后刚才老板说了加了好多种固色的，我也记不住了，反正有白酒，有蜂蜜，有生姜，对吧？你记得比我老。对啊，我听得很仔细的。
师傅说，用板蓝根做染料，虽然成本比较高，但不伤皮肤，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而且能染出层次更加丰富的图案。比如这条由他儿子自己设计的名为逆盘的丝巾，如果是用化学染料，就染不出现在想要的意境来了。你看，它纹路你看都好看的。是挺好看的。它里面有石灰涂底，它效果就是pis蓝的，滑的这种。如果说没有石灰涂底的这样的，就很死板的，没有这个晕彩的。像那个可能就是化学的它就很硬，那个艺术感就你看我们可以马上看差别的啊。你看这个它就是比较硬，中间层没有，对，就很硬的，蓝的蓝，白的白。自己种植那个板蓝根，自己的那个种传来做这个，现在没有人做了。这个没有在书本上写的那个染料这怎么做？没有教科书的，大概都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吧？这个是根据气候，冬天它又发不了，对，夏天过度热了以后也不行。对，听师傅介绍了很久，我们也很好奇，想上楼去看看他家的染布。这个将近要50年左右了，这个布染了有50年了。50年了，这才多的。你买看这个说，这个就是这是我婆婆的妈妈的上面留下来的。观众朋友们，这个已经有100年的一块扎染布了。这种算那个古董了。100年吧，你放到美国吧就是古董了。这个小蜜蜂，小蜜蜂哦，我们白词话叫就是富裕的意思了。富裕的意思。你看我这块布是我养父在那个民国时候到新疆去卖布。民国的时候。就是那种马的那个马。垫在马鞍上。然后有一个游客来我们家，就说你们家真有钱，这种东西用来踩在地上。这都是您家自己做的是吧？自己做。那一天也做不了。做不了多少，做不出来的。来拉开来看一下啊，好看哦。这个图案也好，双鱼。老师傅说旁边是那个荷花，荷花是梨的意思。荷花嘛又称为莲花嘛，年年有余。对，读出来差不多。好的口彩。对。老师傅这个多少钱一条的呀？如果你要化学染料的，就75块。但是植物的我就卖的贵一些，因为我这个植物到现在都是打水漂，我的钱都收不回来。因为做这个染料太麻烦了哈。说话的这位就是老师傅的儿子，现在店里的老板。他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都待过，但因为不习惯，最后还是决定回村里替父亲接管这门老手艺。老板挺有才华，扎染这一块得了不少的奖状，而且因为毕业于美术学院，所以除了传统的纹样，店里的其他扎染图案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你让我试一下啊？马上有点这个云南的风了。是的。你还可以把它包在头上来，打好给劲。变成啥去了？变成狼外婆了。要把老板家几件好看的都拿下来试。对。这个有点像丝绸的感觉，对，有点就是仙气的。网友朋友们，你说我给女儿买这一条呢，还是这一条呢？还是很喜欢手工制品的，所以最后我们把2条都买下了。一条218，一条188，是吧？不仅如此，因为当天要赶去双廊，我们就和老板约定第2天再来店里体验一下自己扎染的乐趣。就是这块布打算要做包，因为比较厚，是吧？对，其实类似无法布袋，但是无法布袋到处都有卖，我要弄独特一些、自我一些，所以我就做一款。老公，我觉得老板他也是自己在玩了，对，不单单做生意，也就体验这个过程，是吗？对吧？成本能够收回来，再赚一点，这样也蛮好的。就过简单的日子，跟自己的家人、父母在一起，挺好的。这个大概就是老板要染好的布做出来的无纺布袋子呀。老板是个挺有想法的人。第2天，我们在他的院子里挑了一件喜欢的白底衣服，然后在那些染好的成衣里选了一个花型，试着自己画图，也来做一件扎染服饰。它这个你就根据这个线，然后这样子折就行了。先让奶奶来一下，我就知道。我得跟我去打扮了。奶奶你坐下吧。不用，就这样子，里面坐，里面扶个竖起，这样子。好的，我再看一看。线嘛要粗粗细细的。也这不管也是你弄的？是我弄的，我到时候还要穿出去呢。我明天就穿出来。
在扎染工艺中完成一个图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针法、捆绑和缠绕的方式？其实在做之前已经在师傅的脑子里基本形成了，但由于面料、捆扎的松紧度和浸染的手法等等的不同，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这也许就是扎染的魅力吧。在打开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幅作品。90%好了啊，一会儿干了以后把它拆了就可以了。这个是有点像开袍，到底是个啥造型？哦，来了，哎，花骨朵好看的，好看。哎，我自己在自夸呢，好看。拆完了呀，已经成功了。好看了哈，这是你改的，这个扎的好的是老师扎的，不好的位置是我扎出来的。第一次做扎染，衣服虽然做得不太精细，不过我们玩得挺开心的。而且巧的是，我们去的那天正赶上了白族重大节日火把节。去参加火把节啊，火把节呀。所以村里的妇女，不论是老的少的，都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这个衣服，有什么讲究吗？我的话就是之前我小嘛，然后就是穿这个，然后后来长大了嘛，我就说我也想要一套这样的，然后定做了一套。这个比较讲究的就是这个头上的这个叫头饰很有风花雪月嘛，就是风之前说风一吹它就飘一下。这个是手绣的，就是做下来它就这块布嘛，然后搞下来就要1000多块钱。下关的风等于说白色的，像飘的那风，对吧？上关的花多美的花啊，是吧？对。苍山的雪，雪白的雪嘛。对。弯弯的就是洱海的月。对，4种含义在里面，对吧？风花雪月嘛。美丽的白族小姐姐向我们展示了风花雪月的白族服饰。据说成年白族女孩都会定做这样隆重的民族服，但现在的年轻人一般只会在重大的节日里才穿上。那火把节对于你们是属于什么节？过年？火把节是除了年之外第2个大节日。小姐姐说，今年因为疫情，周城村取消了载歌载舞的火把节晚会。不过我们还是在3月街上看到了大家自发举行的耍火把活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许多地方对火有着天然的敬仰，大家通过互相敬火，以达到趋吉避祸的美好祝愿。你看呀，我脸上呀，有人涂了黑墨。我的妈呀！谁抹你的呀？我也不知道谁抹的。今天大概是可以恶作剧的。对呀。这个小姐姐，小姐姐，这个小姐姐。你也弄好了。我也没逃过是吧？我们反正是一家人呀，你右边我左边。在之后的环洱海过程中，我们路过了不少有趣的村子。哇，今天好像这里是结婚嘛？啊，是吗？好玩。好玩。这是在办实验啊！哇，你看这个大锅灶，哇塞，这是什么？这是肉汤。这是我们大理的酥肉。炸酥肉。这个切的是什么肉啊？猪肉，白切猪肉。哎呦，谢谢。谢谢。这是什么？对，油炸的乳扇大理。乳扇。这个在大理也是属于大户人家了，这么大的家。怎么有种赶集的感觉了？好热闹！我估计村子里的阿姨都来帮忙。都是一个村的，都是乡里乡亲。这是大理的喜宴啊！真的很热闹。在上关的村落，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上关花，但遇见了像花儿一样美丽热情的白族新娘。新娘子，恭喜！哇，吹喇叭了。在这边吃饭吧。不，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你们在这边吃饭。不好意思，没事。看看。对。待会找位置坐哦。不用客气。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的喜气，沾喜气。祝你们百年好合。当然，除了那些不知名的村子，洱海东岸鼎鼎有名的双廊古镇也是要去的。你看，这里是公路，然后我们转过来，下面就是双廊古镇。它是在这个山路的下面，然后这里一圈呢，洱海比较窄，
对面的苍山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在这里是看日落。对，双廊被誉为苍耳风光第一镇，风花雪月中洱海月的最佳观赏点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有着优美湖景的渔村，也是喜欢看海的游客选择住宿最多的地方。哇，太漂亮了，正好是七彩云南哦。我跟大家说，现在是8点，这个时候来的话，正好是看到洱海的落日。我们赶在傍晚前来到双廊，正好能在玉吉岛的太阳宫前看着太阳慢慢沉入对面的苍山背后，而整个环洱海自驾到了这里也已过半，以东部分基本都是盐湖的线路了，所以视野都非常好。从双廊镇向南再开大约10几公里就是洼色镇。这就算进来了吗？对啊，也有很多民宿啊。那是。洼色镇呢，没有像双廊就是商业味那么浓，安静一点。嗨，我们现在在洼色镇，你们看后面也有不少的民宿，这些民宿也可以直接对着洱海的呢。前面是也是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小普陀。哎呀，正好被这棵树趟掉了。小普陀是洱海中最小的一座袖珍岛，约在25000年前形成。因为形态方正，相传是观音菩萨开辟洱海盆地时，在湖中投下的一颗以镇风浪、保护渔民的镇海之印。而他所处的洼色镇同样是洱海边一座年代久远的渔村。虽然相比之下，这里没有双廊来的华丽，不过倒也多了一份宁静。老公，你看对面还有很多村子的。在到达终点下关之前，我们还会路过一个叫海东的镇，这里多山地，所以不少民宿都建在半山腰上。哇，这么多骑车的，骑行环游洱海，年轻人干的。哎，你这样你年轻，你可以吗？年轻的时候肯定可以。老公，来了大理也有10几天了吧？我们还没有到市区来过来。对，今天进来溜达溜达。终于来到了大理市区所在的下关，这里就是风花雪月中下关峰的位置。这条是滨海大道。你想住在